那段时间，我像一个站在旋转木马中央的人，外界不停转动，情绪起伏不定，关系忽远忽近，计划一再变动。我越想抓住什么，世界就越失控。失衡让我害怕，害怕失去方向，害怕别人看见我的慌乱，害怕自己其实根本撑不住。于是我拼命稳住表面，笑得自然，回应的冷静，行动的理性。可夜深人静时，我知道自己正在晃。有一晚，我终于不再假装平衡，我让混乱存在。我承认，我现在就是失衡的。那句话说出口时，我没有崩溃，反而松了一口气。原来承认失衡本身就是回到中心的第一步。我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，不是解决全部问题，不是立刻恢复秩序，而是问自己，此刻我的中心在哪里？呼吸，身体的重量，脚踩在地面的触感，那些最基本的存在提醒我还在。当我把注意力从外界的风暴收回来，中心慢慢浮现，不是完美，不是无懈可击，而是一种稳定的核心。我开始看见，混乱并不是敌人，它只是揭露我过度依赖的安全感，揭露我压抑太久的情绪，揭露我忽略已久的渴望。当我不再急着逃离失衡，我反而在其中看见线索。那段让我崩溃的关系，提醒我界限需要重建。那个失败的计划，让我重新理解方向。那次情绪的爆发，让我看见未被照顾的自己。混乱开始变成入口，它不是终点，而是门。当我愿意在失衡中找回中心，我不再把不稳定当成灾难。我知道，真正的稳定不是永远不晃，而是在晃动里依然知道自己是谁。现在的我仍然会遇到失衡，但我不再急着把它推开。我会停下来，听听身体，看看情绪，问问自己，中心并没有消失，它只是被外界的声音盖过。当我愿意在失衡中找回中心，混乱便不再吓人，它开始成为入口，带我走向更深的理解，更清晰的选择，更真实的自己。而我不再逃跑，而是走进去。我曾经把安全感寄放在很多地方，别人的肯定，外界的掌声，数字的成长，回应的速度。只要有人认可，我就安心一点；只要成果漂亮，我就自信一点；只要关系稳定，我就觉得自己有价值。可那样的安心很短暂，当讯息变慢，当气氛转冷，当结果不如预期，我的心就开始晃。我像一艘把锚丢在别人船上的小艇，对方移动，我就跟着偏移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几乎每天都在调整方向，今天为了迎合，明天为了证明，后天为了不被淘汰。我走得很快，却走得不稳，直到某一天，我忽然感到疲惫。那不是身体的累，而是灵魂的晃动。我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没有任何人给我回应，没有任何数字证明我还知道自己是谁吗？这个问题让我安静很久。我开始把注意力收回来，不是去看外界怎么评价我，而是去听内在怎么感觉。这件事
我真的喜欢吗？这个选择是出于恐惧还是真心？这条路即使没有人看见，我还愿意走吗？当我开始依靠内在，我发现一种不同的力量。它不喧哗，不急躁，却很稳。当我做出一个对其内心的决定时，即使外界还没有回应，我也不再慌乱，因为我知道那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步伐慢了下来，却更踏实。我不再为了掌声加速，不再因为质疑停滞，不再因为比较改道。我开始相信自己的节奏。有些日子成效明显，有些日子毫无动静。可我不再把价值绑在结果上。我知道，只要内在是清晰的，路就不会偏。当我开始依靠内在而非外界，步伐便回到稳定。不是因为世界变简单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把重心放在外面。现在的我依然会听见外界的声音，但那不再是指令，只是参考。真正决定方向的是我心里那个安静却笃定的声音。它不急，却知道何时前行。它不高调，却从不动摇。而当我跟着它走，我终于不再漂浮，而是稳稳地走在自己的路上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的心像被拆散的拼图，一部分挂在别人的情绪上，一部分卡在未完成的计划里，一部分反复咀嚼过去的对话，一部分焦虑尚未发生的未来。我明明坐在这里，却没有真正完整的存在。外界的一句话就能让我心跳失序，一个眼神就能让我反复猜测，一则讯息就能左右我整天的情绪。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，像风中的旗子，哪里有风就往哪里倒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不是世界太吵，而是我的能量太分散。我把注意力给了太多人，把情绪给了太多事件，把力量给了太多无法掌控的变数。于是我开始练习收回，不是冷漠，不是切断，而是重新聚合。当我发现自己在过度解读时，我停下来。当我发现自己被情绪牵动时，我深呼吸。当我发现自己又想讨好时，我提醒自己回来，回到身体，回到此刻，回到自己的感受。那是一种很细微的动作，像把散落四处的光一点一点收回心口。一开始并不习惯，因为外界的拉力很强。但当我持续这样做，我发现内在开始变得集中。我不再急着回应每一个刺激，不再需要对每一个声音做出反应，不再让每一次波动都进入核心。我开始有了距离，不是疏离，而是稳定。当能量重新聚合，我能清楚分辨什么是别人的情绪，什么是自己的感受。我不再把他人的焦虑当成自己的责任，不再把外界的变动当成自我否定。我站在自己的中心，外界仍然流动，仍然变化，仍然喧闹，但那不再直接撼动我，因为我不再把自己分散出去。当我愿意让能量重新聚合，我便不再被外界牵动。我有了选择是否回应的空间，有了保留能量的自由，有了安静而坚定的内在。现在的我依然会感受世界，但我不再被它拉着走。我让情绪来，也让它离开。
我让声音存在，也让它消散，而我的能量安稳地留在自己身上。在那份完整里，我不再漂移，不再耗散，不再迷失。我只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里。压力从来不是突然压垮我的，它是一点一点堆上来的。一句没说出口的委屈，一次没有处理的疲惫，一个不敢拒绝的要求。我总觉得再撑一下就好，再忍一下，再努力一点，再配合一次。于是那些没有被释放的感受就静静堆在心里。表面上我很冷静，很理性，很能承担，可身体开始说话，呼吸变浅，胸口发紧，夜里醒来时脑袋停不下来。我以为那只是忙碌的代价，直到某一天，我在镜子前看见自己疲倦的眼睛。那不是单纯的累，那是长期压抑后的沉重。我突然明白，我一直在把压力往里面推。别人一句无心的话，我吞下；工作一个过度的要求，我接受；情绪一个即将爆发的瞬间，我压回去。我以为这样是成熟，其实那只是延迟。延迟崩溃，延迟情绪，延迟真正的对话。那天，我第一次没有把压力往里塞。我承认自己很累，承认自己不想再撑，承认有些事情让我不舒服。那一刻，我的胸口竟然松了一点。我开始允许情绪流动。难过时，我不再说没事；生气时，我不再假装理解；疲惫时，我不再强迫自己表现正常。我说出口，不是攻击，不是指责，只是诚实。当我停止堆积，空间开始出现，心不再那么拥挤，呼吸不再那么急促，思绪不再那么混乱。我才发现，压力本身并不可怕，真正让人窒息的是把它锁在里面。当我愿意让它被看见，让它被说出，让它被处理，它就不再占据全部。现在的我依然会有压力，但我不再把它当成必须独自承受的东西。我会停下来，问问自己，这是我的责任吗？还是我习惯性的全盘接收？我学会分辨，学会释放，学会把不属于我的重量放下。当我停止把压力往心里堆，心便再次呼吸。那是一种很真实的轻，不是没有挑战，而是不再窒息。在那样的呼吸里，我重新感觉到自己。我曾经很怕自己的情绪，怕突然涌上的难过，怕压抑不住的愤怒，怕那种说不清的焦虑。只要情绪一出现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控制，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，不要太敏感，不要太夸张。我努力把它们压回去，像把不该存在的声音关进抽屉。表面上我看起来稳定，可内在其实一直在对抗。越是压抑，情绪越是找别的出口，在不该爆发的时候爆发，在最脆弱的夜晚涌出，在身体里变成失眠与疲惫。有一天，我终于累了，不是因为情绪太多，而是因为我太用力抵抗。那晚，我没有再命令自己冷静，我只是坐着，让那份难过存在，没有分析，没有评价，没有责备，
那是一种陌生的温柔。我开始发现，情绪其实有语言。难过在告诉我，有些期待没有被满足；愤怒在提醒我，界限被踩到了；焦虑在揭露我对未知的害怕。它们不是来摧毁我，而是来传递讯息。当我停止把情绪当成敌人，我开始听见自己，不再急着修正感受，不再急着成为理想中的冷静样子。我让情绪坐在我身旁，像朋友一样，陪他说话，陪他流动。奇妙的是，当我不再对抗，他们反而不再那么剧烈。难过会慢慢淡去，愤怒会转为清晰，焦虑会化成具体的行动，生活也随之改变，不再僵硬，不再紧绷，不再被压抑的波浪暗中推动。当情绪可以流动，生活也开始流动。我不再卡在一个感受里反复纠缠。我知道，每一种感受都有来去。现在的我依然会难过，依然会生气，依然会焦虑，但我不再害怕它们。我知道，它们只是来提醒我靠近自己。当我开始选择让情绪变成朋友，而不是敌人，生活便回到流动。在那份流动里，我不再对抗内在，而是与自己站在同一边。那是一种深深的和解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活得像在作战，每天醒来就准备迎敌，害怕被否定，害怕被淘汰，害怕稍有松懈就被超越。我把世界想象成一个竞技场，别人是对手，困难是敌人，连命运本身都像在考验我。只要事情不如预期，我就立刻进入防御，开始分析哪里出错，开始责怪自己不够努力，开始对未来提高警戒。我以为这样才会变强，可事实是我越来越疲惫，肩膀常年紧绷，思绪从未真正放松，连快乐都带着一点戒备，好像下一秒幸福就会被夺走。有一天，我在一次挫败之后忽然意识到，也许命运从来没有与我对抗，是我把一切都当成战争。我把挑战当成攻击，把批评当成否定，把延迟当成惩罚。于是我不停反击，不停证明，不停武装自己。那天，我第一次没有反击，我只是坐下来，让事情如其所是，没有立刻修补自尊，没有急着推翻局面，没有对自己下更严厉的命令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一种奇妙的松动。当我不再把自己放在战场上，世界也不再那么尖锐，失败变成调整，批评变成资讯，延迟变成酝酿。我不再处处备战，不再时时紧张。我开始用合作的姿态面对生活。困难来时，我问他要教我什么；低潮来时，我允许自己休息；变动出现时，我寻找其中的可能。我不再对抗，而是理解；不再拼命撑住形象，而是诚实的成长。慢慢的，我发现命运并不是敌人，它只是流动。当我放下武器，世界也放下尖刺。现在的我依然会面对挑战，但我不再把每一次波动都当成攻击。我不再用紧绷对抗未知，不再用批判鞭策自己。当我不再把自己放在战场上，命运也停止与我对抗。
我从战士的位置退下，站回自己的中心。在那里，我不是为了胜利而活，而是为了体验，为了成长，为了与生命同行。而当我选择不再战斗，我才真正感受到，世界其实一直在支持我，而不是阻挡我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